阿娘死后，我成了主母膝下唯一的嫡女，凭借着身份，我成了江南总督府的主母。夫妻琴瑟和鸣，一生荣耀，儿孙孝顺，一世无虞。我身死之后，萧启亲自给我守灵3日。他在灵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这一生夫君责任已尽，只盼来世永不相见。重来一世后，他的心愿我替他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眼下的时节正值江南多雨之际，我没有撑伞，倚靠在岸边，看着远方水中不断挣扎的人影，亦没有任何动作。片刻之后，一顶伞悄然撑在了我的上方，是跟在母亲身边的秦妈妈。原以为以你从小对萧启的情谊，会奋不顾身地去救他。母亲行至我的身边，眯着眼看着远方的人影，可我总觉得他打量的是我。我缓缓深吸一口气，在滂沱大雨里跪了下来。就是固守着这份情谊，女儿才不会去救。女儿要的是发自肺腑的爱意，而不是救命之恩的裹挟。救与不救并无差别。良久，母亲轻轻叹了口气，吩咐身边的小厮去把人捞上来，毕竟是总督大人，出不得岔子。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直到我的膝盖感到彻骨的凉意，他伸手将我扶起。也罢，当日你父亲离世，人人都看我艳福的笑话，左右还是撑过来了。当日能撑，如今也未必不能。你既已想好，我也不是那靠着卖女求荣去换一份恩典的人。我心下微动，复又跪下，多谢母亲体谅。我总以为我与萧启之间真心大过于恩情，却从未想到他上一世的心愿居然是跟我后世再无相见的可能。那么这一世，我成全他的心愿。落了几日的大雨，终于有了停下来的预兆。听说那荷花出落得格外好看，我应了邀约，登了上花船泛湖。2船相抵，我在船舱内被晃得泼了手中的梅子酒。小丫头有些惊慌，总督大人跳到了我们的船上，说是要见大小姐。话音刚落，萧启已经扬起木帘，行至船舱内。他向来优雅，如今的动作却带上了一丝怒气，俊朗的眉头拧在了一起，声音一如既往的清冷。那日我没看错，站在岸边的就是你。你明知我从小就不善水性，为何束手看着我挣扎，却不出手相救？燕婉意，就因为我驳了你送上府来的绣帕，你就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去死？他眼里的质问同失望像是利剑一般，将我的魂魄穿透。无论重来多少次，他好像总是能轻而易举地伤到我。我避开他的眼睛，低下头淡然一笑。大人误会了，那日我身子不适，委实不能下水。他眼里顿时蔓延出大片讥讽。身子不适？当年刘匪进城，你连性命都不顾地扑上来，替我挡了一刀，用救命之恩迫使我父亲定下了你我2人的婚约。如今你只怕是故技重施，没有机会会放过如此好的时机。我日日巡查堤岸，从未发生过意外。那日偏偏等到我落单之时，跑出一个阵儿，将我撞进水里。燕婉意，这难道不是你为了制造机会故意而为之，又假意做出这番举动，是想让我高看你一眼不成？听到他毫不掩饰恶意的揣测，我的心仿佛被撕成无数碎片。难怪在上一世我豁出命去将他救起之时，他看向我的眼神只有恶意同失望。原来这一切在他眼里只是我为了逼迫他取我所设的一个局。我在心里嘲笑自己，忍住微酸的鼻尖，开口解释：我自知叨扰大人多年，以后自不会，无需再做戏。他衣袖一挥，打断了我的话，背过身子，却不再面对着我，似乎多看我一眼都嫌厌弃。燕大人对我有教导之恩，他与父亲的承诺不会在我这里被推翻。我会娶你，让你成为总督府唯一的主母，可我的心你永远都得不到。他说罢，便扬长而去。透过撩起的幕帘，我看到了对面船舱里穿着青色衣衫的女子，她毫不掩饰眼中的快意，在帘幕落下的瞬间，将所有的恶意散发了出来。是燕婉思。同行的好友眼中带着怜惜，替我重新斟满了酒杯。我抬手一饮而尽，不自觉地泛起苦笑。我同萧启一开始不是这样的，他在我奋不顾身地扑在他的身前为他挡了一刀的时候，他还不是这样的。我的血沾在了他的身上，他抱着我仿佛抱着珍宝，
他惊慌失措地在我耳边祈求：婉意，只要你能活下来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但这不包括娶我。两位父亲定好婚约后，他眼里的祈求变成了恨意，仿佛在说：你为何不去死？那时年幼，想到这个婚姻，我便满心欢喜，他却禁止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，对我也是愈发的疏离。我与他青梅竹马，委实想不通缘由。直到我们大婚当天，燕婉思削发为尼归了佛门，他整晚未进新房，朝着南山寺的方向枯坐了一夜，我才知晓他心中的人是他。婚后，在世人眼里，江南总督年少有为，不光政绩出众，更是痴情至极的好夫君。府里除了正妻主母之外，从未那二色，夫妻二人诞下一子一女，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。我曾几何时也以为过往烟消云散，他终归还是看到了我的情深。可我后来才知道，他每月借口的去临县巡查，实际上了那南山寺。他指明由望尘师傅作伴，跪在大殿上整整3日3夜抄经诵佛，为天下祈福。他添香，他执笔，二人在芸芸众生的借口中，隔着红尘隐晦的诉说求而不得的悔意。这一世，我又怎么能不成全他们呢？回府的时候，母亲差人唤我去了正厅，见我过来，他抿了一口茶，示意我在他身边坐下。今日萧启派人来递信，愿履行幼时的婚约，迎你进府。我心下微动，跪下来叩首。母亲，女儿不愿。他示意秦妈妈将我扶起，眼中多了几分冷意。眼下你就是愿意，我也不会与你嫁过去的。母亲的声音里多了几分怒气。他娶倒是愿意娶，不过带了条件，要先将婉思抬进府里做侧妻，且日子要挑在与你大婚之前，让他先过门。母亲越说越生气，砸了手中的茶杯。萧启小儿欺人太甚，不过是个区区总督罢了，当年若不是你父亲力保，他未必能年纪轻轻就登上那个位置。我同你祖父驰骋沙场的时候，那小儿还不知道在哪里玩闹，如今也敢羞辱我燕府嫡女，让一个庶女先入门，此等折辱，他倒也是做得出来。我原想将你嫁到总督府后，再替他寻觅一良人，做个堂堂正正的正妻主母，他倒好，做小的事做上瘾了。我同燕婉思的生母都不是母亲，只是府中的一个妾室，母亲多年无所出，在我们二人的阿娘去世后，母亲便有意挑选一个过继到她的房里，成为府中嫡女。燕婉思的生母曾是江南城里最大乐坊的头牌，靠的一手好琵琶虏获了父亲的心，燕婉思随了她，从小便乖巧嘴甜，能歌善舞。而我阿娘出身商贾之家，从小便教导我拨算盘、识账本，远没有她讨人欢心。原本以为母亲会选择她，可谁知选择的是我。母亲说，我燕府嫡女当是有头脑、知进退的得体女子，那些伺候人的虚招学来也无用。大抵她就是在那一天恨上我的。可即便是未选择她做嫡女，母亲对她的照拂也是实打实的。我在心里默默盘算着，前世在我未成婚之前，母亲就开始替她谋划了，想将她嫁给自己娘家的侄子，那令倭寇闻风丧胆的少年将军江淮。只可惜他固执的要剃度出家，母亲劝不动，才随了他的意。我心下隐隐有了决定。听闻母亲娘家侄子江淮将军下月即将入江南城，女儿不知有没有那个荣幸见上将军一面。这一世，我不想再永远拘泥在江南这块地方，我想去看看更为广阔的天地。母亲微微一愣，随即大笑了起来。她走到我的跟前，拍了拍我的肩。母亲的眼光从不会出错，你比我想象的更通透。若是两情相悦，甘心固守一方后院，固然是一种选择，可若是一厢情愿的坚守，那便是愚蠢至极。燕儿，你选择了一方更广阔的天空。母亲的眼眶微微泛红。是啊，她也曾是翱翔在天际不肯服输的雄鹰，只是为了爱，她选择落在了枝头。母亲派人回信，同意了他二人的婚事。而江淮则会在20日后入城，他特意的隐瞒下来这个消息。我朝有律法，若入门之后为策，在郎君未娶正妻之前，不允被扶正。官宦娶妻没有平妻这一说法，除非主母不幸逝世10载后，方才有可能被扶正。圣上痴情皇后，空置后宫多载，上奏的侧妻为正，
从未被允过。燕婉思大抵是要永远做小了。萧启是铁了心地要给燕婉思一个盛大的婚宴。张罗了半月，全江南的百姓都知总督大人要娶妻了。莫要胡说，这侧妻哪里算是妻，左右不过是个妾罢了。总督大人先迎妾后娶妻，这不是打那燕大小姐的脸吗？听闻燕先生当日已命担保大人坐上的这个位置，如今要是知道自个儿唯一的嫡女被如此折辱，大约是棺材板都会被弃掉吧。坐在高头大马上的萧启本是意气风发，穿着喜服接受全城百姓的恭贺，听到这些议论，不由得黑了脸。在他眼里，这是挟恩图报的另外一种方式。这样的怒气一直持续到了燕府，见到一身嫁衣的燕婉思时，才稍稍缓了脸色。按照规定，只有正妻才能穿着正红色的喜服，可这一切都是萧启张罗的，整个府中都是正红色的装饰。他待她是迎娶正妻之礼。母亲得知后冷笑一声，并未阻拦，只是在新人拜高堂的时候，并未出现在堂上。我出面解围，母亲今日身体不适，不便出面，由我来送庶妹出嫁，希望二位新人琴瑟和鸣，永结欢好。主母不出面，当真是个笑话。萧启几乎咬碎了后槽牙，认定是我从中作梗，看向我的眼神怒不可遏。他似乎是泄愤似的，将燕婉思搂得更紧了，挑衅般的直视着我。我没有理会他的眼神，抬手让人呈上了母亲给他的嫁妆。这对银镯是母亲给你的，希望你以后能知礼识礼。母亲戴了一辈子玉镯，却在我的手上。围观的人看着这对寒酸的银镯，不由得嗤笑出声。那句知书识礼更是狠狠打了他二人的脸。两人看似如胶似漆合在一起的手，彼此都快把对方捏碎了。母亲是懂怎么诛心的。一直到宾客散尽，母亲都未曾出面。萧启气势汹汹地走到了我的面前，似乎想将我剥皮拆骨一般。燕婉意，你好恶毒的计谋！思儿出嫁未由主母相送，就连赠礼都是一对平凡的银镯，你是要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是你们燕府的庶女是吗？当日若不是你使计让燕夫人选择你，这嫡女之位本该就是思儿的。我们也不必。我抬头看向他，不必什么？是不必委曲求全的将正妻之位留给我，还是不必他心尖上的人遭受如此委屈？明明他能坚定地拒绝我，迎娶燕婉思为正妻，母亲最多生气几日，未必不会同意。他却徒留着虚名，不愿在明面上推翻承诺，做世人口中背信弃义之人。他将所有的不甘和懦弱都转化成了蹉跎附加在我的身上，唯独不愿意承认他的懦弱。他被我呛了声，将那句话吞了回去。若大人心疼了，完全可以将正妻之位交给庶妹，想必母亲也会更为重视。他气急，看向我的眼神愈发阴郁。好得很。既已如此，便没有什么情面可言。你将来会是正妻又如何？我要你知道，我永远不会将你放在心上。说罢，他便拂袖而去。本该在喜轿上的燕婉思自暗处走了出来。大人为了我，又伤姐姐的心了。他凑到我的耳边，娇笑着开口：常伴青灯古佛可太苦了，姐姐怎么能不体会这番感受呢？在我还未从他也重生了的事实中反应过来，他便拉着我的手，重重地往后一推，随着他的一声惨叫，跌入了荷花池中。萧启去而复返，看到这一幕，瞠目结舌。被人捞上来的燕婉思虚弱地靠在萧启的怀里，楚楚可怜。你莫要生气，姐姐从小便钟情于你，她心里不痛快，我可以理解的。萧启几乎想将我撕碎。燕婉意，你居然恶毒到了如此地步！若思儿有任何问题，我定当要你百倍偿还。他似乎认定了是我。燕婉思虚弱地拉了拉他的衣袖，不要怪姐姐，若是要罚，去南山寺为我祈福便好，终归她是我的嫡姐。萧启将她一把抱了起来，冷眼看着我。燕府嫡女伤害总督府侧妻，自此时起3步一叩首行至南山寺为思儿祈福。他示意随从，想将我强行押解出去。我看谁敢！母亲出现，将我护至身后。萧启失了往日的恭敬，满身都是上位者的傲慢。燕夫人，如今我还尊称您一声夫人，
全是看在过世的晏大人面上。你晏家如今已无人在朝中任职，本官想要惩罚晏家的人，还是做得的。晏家是没有，可母亲的娘家有啊。他似乎从未考虑到这一层。母亲怒极反笑，连唤3声好。他的手摸到了腰后，那根跟他驰骋沙场多年的鞭子已经很久没有出世了。我见状，赶紧按住了他的手。如今晏府不如从前，与萧启正面起冲突，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。他不出现在婚宴上，萧启上无计可施，若真跟朝廷命官动手，吃亏的只能是我们。我悄然附在了他耳边，母亲，再忍忍，等将军入城，一切都好了。说罢，我将母亲护在了身后。我接受惩罚。我3步一叩首，行至南山寺，还未出城，额头上已然是鲜血淋漓一片。百姓们议论纷纷，萧启护着燕婉思坐在马上，遥遥地看着我。夫君，怕不怕姐姐生气？要不然就算了吧。萧启将眼神从我身上收了回来，语气淡淡的，既做错了事情，就要接受惩罚，不然以后嫁进我总督府，我的话还有威慑吗？纵然她是我未来的正妻，也绝不可欺辱于你。她对我求而不得，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使性子的，你且放心，杀她的锐气也是好的。待我一路磕到南山寺，已然是满脸的鲜血，我逐渐失去了意识，昏了过去。那2个奉命看管我的侍卫慌了神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大人只命我们监督，可没说他昏倒之后的事情啊。祈福的还未开始，要不然拖进去。彻底陷入沉睡之际，一道清冷又别扭的声音响起：你等退下。我恍恍惚惚地被打横抱起，嗅到了陌生又熟悉的气息，仿佛当年我中刀之后一把将我抱起的情景那样。是穿着喜服的萧启，他不享受洞房花烛夜，跟我一路上山作甚。待我清醒，正躺在寺庙的客房里，我头痛欲裂，伤口处却已做了妥帖的包扎。你宁愿受罚，也不愿开口道歉。我既已将正妻之位许诺给你，你怎地还是如此容不下思儿？萧启适时地递过来一杯水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我未曾接过那杯水，将头轻轻转向里侧，不去看他。大人不在府中守着娇妻，跟我过来做什么？萧启被服了面子，有些生气。他冷哼一声，将杯子重重掷到了木桌上。你做出这场苦肉计，不就是想惹我怜惜吗？我将思儿安置在了府上，前来查看你的情况，你的目的达到了。我未曾回应他，只是淡淡开口：你我从小便相识，可在你心中我却是那诡计多端、为求恩宠不择手段之人，你始终未曾信过，我不曾对他动过手。萧启愣了一瞬，语气染上了几分怒气：事到如今，你还要狡辩？我已经来看你了，为何你还要死不承认自身的恶行？你不过是气我在你之前将思儿内进了府中，你到底还要无理取闹到什么时候？我闭上眼睛，不欲再争辩。我的沉默在他眼里却成了退步。他缓了语气：我已经把主母之位许诺给你，你应该知足的。待你嫁进总督府后，对外你是主母，对内你须跟思儿平起平坐。倘若你安分守己，我便不会给你难堪，许你一世荣耀，也没什么难的。我知你从小对我的心思，但有些事情不能强求。倘若你不欺负思儿，我也不会对你动怒。嫁给我是你从小的心愿，如今我遂你的心愿，你应当感激涕零，恪守主母本分，善待思儿。看你受伤的份上，这次惩罚就算了。进门那日，关上门给思儿奉杯茶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他越说越离谱，我却连争辩的欲望都没有。萧启连夜赶了回去安抚燕婉思。母亲听闻我受伤晕厥，亲自派人来接我回府。她心疼地看着我头上的伤口，红了眼眶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我安抚地握住了她的手。母亲对我莞尔一笑：怀儿明日就到江南，她这次是带着圣旨来的。原来母亲知晓我的心意后，便给江淮去了信。她回京述职时，圣上欲赏赐她，她用军功换来了跟我的赐婚。怀儿的父母过世的早，我曾带过她几年，她待我如母亲一般尊敬。后来我嫁给你父亲，她留在了军营，如今我开口，她是断然不会拒绝的。
没想到母亲会直接让江淮请旨赐婚。我原是想先见见再说，倘若有缘分再说，后话不迟。我有些失意，唯恐再成就一段孽缘。母亲看出了我的担心，轻声安抚：怀儿她见过你。我心下微动，何时？你12那年，连红缨枪都扛不动，就跟我早起练陈功的时候。那时的怀儿不过15，就已经单枪匹马砍了倭寇将领的头颅。圣上特允他来看我，正巧看到了你。母亲目光灼灼，她说：倘若你不是生在这江南的小姐，便好了。如今江南柔弱愿体会边关之景，你猜他会不会乐意？我的心忽地急促跳动了起来。我当日并未与他相见，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一个画面：年少将军穿着铠甲，少年老成的盯着红瓦墙里笨拙地跟着母亲学招式的女娃，感叹一声：若她不是生在这江南的娇小姐，便好了。少年的眼里含了沧桑，莫名的我有些脸红。母亲见状笑了。江淮进城那日，萧启亲自率人迎接，他身披铠甲，坐在战马上，身后是跟着他出生入死的精锐大军。萧启作揖，恭迎将军入城。晚上本官在总督府备了薄酒，替将军洗尘，还望将军赏脸。传闻中最有礼数的少年将军并未下马，他懒洋洋地盯了萧启一眼：谢过总督大人好意，本将军心领了。这次回边关路过江南，只是为了探亲而已，就不叨扰大人了。我还得去燕府探望姑母呢。萧启身形一滞，他好像从未探究过当年燕大人去世后，看似柔弱的燕夫人是怎样撑起一个风云飘摇的燕府的。我默默盖上面纱，消失在了人群之中。江淮还是去了总督府，是萧启亲自登门来请的，包括我跟母亲。接风宴上，他斟满了酒杯，躬身来到了母亲面前。小婿日前冲撞了母亲，还请母亲海涵。母亲似笑非笑，并未举起酒杯。大人这话说得严重了，不过是看在我去世的夫君上，才给我一声尊称的。思儿从未入我房中，我自然没那个资格做大人的母亲。萧启神色有些难看，但江淮在这儿，他也不好发作，只好继续放低姿态。母亲哪里的话，待来日晚一入府，您自然是我的母亲。听到这句话，正在一旁伺候着的燕婉思攥紧了拳头，一壶美酒被他摔碎在地上，糟蹋了。江淮终是起身：大人是不是吃醉了？燕府嫡女明明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怎么会嫁入你府上？萧启一顿，眼中的戾气腾地浮现了出来。江淮只是淡淡地将随身的佩剑取出来擦了擦，他眼里的戾气便消散得一干二净。将军说笑了，我跟婉意自小便在二位父亲的约定下有了婚约，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，怎地可能？江淮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，他径直将圣旨拿了出来。见到圣旨，满屋子的人立刻跪了下来。宣读完圣旨，萧启已然是满脸的不可置信，就连燕婉思也愣了。他原以为我会同他不死不休，那些我入门后蹉跎我的手段，他在心里预演了不下100次。可他未曾料到，这一世我从始至终都未想过与他争抢什么。萧启，我是不会嫁的。江淮先将母亲扶起来，安置在了原先的座位上，而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我扶起，把我的手握在了掌心之中。少年将军的明目硬朗，灼灼的目光里似有漫天星河将我裹挟其中，看得我不自觉地低下了头，手却未曾从他掌心里挣脱。他低下身子，附在了我的耳边，用只有我们2个能听到的声音道：姑母说过，是你自愿的，如今圣旨已下，你可不能反悔了。我羞得厉害，脱口而出的话却直白得很：我定不悔。江淮笑了，见我2人动作如此亲昵，萧启终于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他愤然地站起身，愕然看向我：燕婉意，你竟负我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为了气我，就连圣旨也敢捏造。我神色复杂地看向情绪激动的萧启，忽然觉得上一世的我眼光过于差了一些。如此高傲自负之人，我究竟爱他什么呢？回府之后，母亲避开我，将江淮带至房中谈话。我欲回房，
一个人拦住了我的去路，是萧启。他冷眼看着我，为何会这样？我似是无辜地耸了耸肩。那你应该去问问圣上，为何会这样？他气急，想要上前拉住我，我退后几步，隔开了距离。如今我已得了圣上的赐婚，还望大人自重。犹豫再三，萧启黑着脸站在了原地。你是不是早就知晓了？你愿我先让四儿过门，所以宁愿嫁给一个你不爱的人来逼我就范。我告诉你，你是妄想。快快结束这场闹剧，你我之间还有的回转。如若不然，我不会再给你机会，亦不会原谅你。我懒得再看他的自负，换来小厮将人打了出去。如今江淮在这里，萧启的官职压不住燕府了。我们决定1个月后举家前往边疆，到时候在那边成婚。母亲也会避了燕府，同我们一起出发。之所以定在1个月以后，是因为江淮此次前来除了探亲，还带着差事。江南正值水患之际，多次城堤被毁，百姓民不聊生。萧启作为总督大人，不但没有治理好水患，前些日子为了迎娶燕婉思，还将朝廷拨下来的银子挪用，打造了一个极致奢华的婚宴。这一切，母亲在信上都提了。圣上大怒，派了江淮前来督察河堤修建的情况。江南是我的家乡，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它太平盛世。我很支持江淮，在他忙碌的时候，便会自发地替他巡视修建的进度。这日，我便碰上了萧启。他看我气喘吁吁的模样，不由得冷哼一声：你要嫁的人，不过是粗鲁的匹夫罢了。如此危险的地方，他也舍得你来？不像我带丝儿，生怕他磕着碰着。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我。燕婉意，你可后悔？我没有理会他，吩咐人将带来的吃食分给了修建的工人。萧启他似乎还不知道圣上命令江淮彻查赈灾银两的事情，他只当江淮是来巡视的，不日便会返回边疆。为了赌气一般，他奢华地将所有好东西都搬进了总督府。若不是江淮暗中带来银两过来，这河堤早就动不成了。燕婉意，你居然敢无视我！见我未曾搭话，他更是气急败坏。我回头看他，萧启，你如今怎会变成这般模样？那个我心里心怀天下的君子，已然变成了为了一己私欲置一城百姓安危不顾的恶魔。要知道，江南一破，蠢蠢欲动的倭寇便可轻易攻入城里。江淮用命守护的家国天下，怎地能让他如此糟蹋？面对我的质问，他愣在了原地。恰好江淮来了，他将城南那家糕点铺子的枣泥糕递给了我。你辛苦了，这是我特意去给你买的。萧启回过神来，不屑一笑。一包破糕点，也只有你当宝了。江淮听闻并未动怒，已然选择擦剑。萧启头上的官帽的羽翎被他不小心削了下来，他顿时苍白了脸庞，腿软地跪坐了下来。江淮一脸淡然：不好意思啊，萧大人，本将军手滑。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江淮看向我，目光灼灼。姑母说的没错，燕儿笑起来怪好看的，得多笑才行。我羞红了脸，背对着他捻起了一块枣泥糕，真甜。我们谁也没有注意，萧启眼中逐渐阴毒的神色。江南城的堤坝被彻底冲垮的时候，是在一个深夜，凄厉的尖叫声将我唤醒。我不由自主地心颤，下意识地想寻母亲同江淮。待我胡乱穿戴好，推开房间门的时候，母亲跟她已然全副武装站到了院子里。江淮眉头紧锁，明明不日就要竣工，这次的材料都是用得上乘的，没道理会被冲垮的。母亲则是担忧地护住了我。你且放心去查看，燕儿这边有我。江淮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。我瑟缩在母亲怀里，第一次有了想跟她共同进退的想法。我从母亲怀里站直身子。我自小被母亲教养着长大，深知母亲却不是甘心拘泥在后院之中的妇人。父亲已逝，已无人再能阻挡您，包括我。我上前，伸手握住了他手里的长鞭。你说过，我不是你生的，却最像你。母亲，我们一同去吧。母亲深吸一口气，一声匪哨换来了一匹战马。她动作利索地翻身上门，将手递给了我。怀儿同我的眼光都不差。一路驰骋，
我看到了从未见过的江南城，百姓到处逃窜，被撕裂过的房屋已然崩塌，他们在残垣断壁之下撕心裂肺地哭喊着至亲的名字。江南城好似变成了人间炼狱，江淮带来的人不断安抚着百姓，唯独不见总督大人萧启。来到堤岸，更是萧瑟一片。江淮若有所思地看着一处，眉头紧皱。他看见我，下意识露出了担忧的神思。母亲缓缓点了点头，他才收起了表情。他朝母亲拱了拱手：“姑母，是人为。”我等还未有反应之时，萧启悄然出现在身后。他眼里有着我不理解的执着跟疯狂。将军，治理渎职之师，祸害了全城的百姓，这个责任不知你担不担得起啊？朝廷派来的使者到达江南那日，萧启搂着燕思义来到了燕府。他不屑地看了一眼母亲，有些人当真是眼盲心瞎，错把榆木当明珠。当初若你许我嫡女的位置，何苦落地得如今这番下场？萧启将城门紧闭，江淮驻扎在城外的大军无法进入。若是强行擅闯未曾开战之城，便是谋反的罪名，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我们三人被他囚禁在了燕府里。萧启定定地看着我：“这就是你选择一个注定失败的人。燕婉意，你现在同我服软，我定会禀明圣上，将你同燕夫人摘个干净，我总督府的正妻之位依然是你的。”听闻这句话的燕婉思面上露出愤恨的神色，可她很快便掩饰了下来，靠在了萧启的怀里。我冷笑一声，走到了江淮身边，执起了他的手。母亲更是不惯着他们，取出长鞭一鞭子甩了过去，两人皆被打了个正着。燕婉思捂着伤口，扭曲着脸想要扑上来，却被萧启一把拦住。燕夫人，您这又是何必？安安稳稳做我的岳母不好吗？有人来报，京城使者即刻抵达燕府。萧启的眼里染上了一层焦急。燕儿，快过来，只要你过来，之前的事情我都不同你追究。你何必呢？我们三人站在一旁，未有一人有动作。使者达到燕府，萧启无奈地摇了摇头：“这都是你们自找的。”他跪在使者面前：“江淮治理有失，自当由朝廷处置。这燕夫人作为他的姑母，二人之间很说清是否有其他勾当。只是这燕婉意曾与属下有过婚约，还望使者网开一面，交由属下安抚。”使者轻笑一声，派人将我们团团围住。萧启从容起身，看向我的眼神皆是拿捏，可他没有料到，朝廷要拿的人，自始至终都是他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搞错了？该被治罪的人是江淮。使者笑得轻蔑：“萧大人真以为圣上是眼盲心瞎之人吗？你当真以为你挪用赈灾银两的事情瞒得很好，还是觉得圣上既派了将军前来，不会留后手？要不要本官将那日收了你银两的宵小之辈全部带上了，细细再诉一遍你是如何授意他们决堤放水，祸害江南百姓的恶行？”燕思意见情况不对，正欲遁走，使者抽出剑，直接贯穿了他的胸口。燕氏谗言，误导了萧大人，留的一个全尸，也算是皇恩浩荡了。燕婉思还未反应过来，便被倒在地上挣扎着死去。我定要再重来一次。我毫无波澜地盯着他，他没有重来一世的机会了。萧启早就被吓破了胆，若不是被人牵制住，恐怕早已像一滩烂泥一样瘫软在来地上。大人明察。下官也是听信了谗言，才一时糊涂的。大人明察啊！特使冷笑一声，这些话萧大人还是留着去跟圣上解释吧。特使来到江淮身边，变了一副模样：“将军，委屈您了。”江淮走到了我的身边，道了一句：“无妨。”萧启被押解回京那日，吵着要见我，我忙着安抚受灾的百姓，没有时间与他周旋。听说圣上早就注意到了江南的问题，这次萧启在京城活不过2日，我们并未如期返回边疆驻地，而是留在江南灾后重建，一直到来年春天，新的总督大人上任到了江南，我们才功成身退。启程那日，母亲驾着马肆意奔跑在最前面，我骑马还是不太熟练，江淮干脆与我共乘一匹，他将我护在身前，
语气带着笑意。到了边关，可就真的不能后悔了。我缓缓向后靠了靠，定不后悔。江淮策马追上了母亲，我紧紧拉着缰绳，背后感受着她心脏的跳动。无悔，亦无怨。全文完。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